我知道你没睡。你走的这些日子，我是疯了一阵子。不过最近，我倒是清明了些。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我好像想明白了，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好像都明白了。你想要的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份平等的感情，就像是那等秤上一颗小小的铜锭，若是有一端失衡，哪怕只是多了一片红毛，你也绝不允许自己处在这样的境地里，你宁可潇洒离去，孑然一身，你就是如此的骄傲。我喜欢你的这份骄傲，我也想守护你的这份骄傲。我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娇养在小宅里的娘子而在意你的，当我知道你是陆文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彻底的想明白了，我在意的是与你棋逢对手的感觉，是你无论身陷何种境遇都可以破局的志气，还有永远活得肆意潇洒的秉性。我心悦的是全部的你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似的。我不敢说自己全然知晓你每一刻的心思，但是我可以尽自己所能去体会。绵堂，自西周一汉而去，我知道你没有一刻放下为镖局的弟兄们复仇，回北周也是为谋定而后动。这些你未尽的心愿，未尝的冒险，未了的过去，也慢慢变成了我放不下的。我想要跟你一起去经历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，我只是一个想要与你一起牵手，一起共度一生的寻常男子罢了。但你并不是寻常男子，王爷。你我之间始于一场骗局，或许在灵泉镇，甚至在北周，都是可以有一时半霎的家家酒，消渴度日。可大梦总有醒的时候，我不想日后记起你，尽是后悔。那就不要一时半霎，我要娶你，我们共度这一生。人世间又不是只有这一种活法，难道不养在王府里的就都是卑贱的污泥不成？今后别再提让我做妾之事了，谁爱当谁当去。谁让你当妾了？我要娶你，自是让你当淮阳王妃。你我身份悬殊，我更不可能觊觎王妃之位。况且王妃的人选又岂是你一人之言？王爷的好意，绵堂敬谢不敏。我母亲已经答应了，何况淮阳王府又不是龙潭虎穴，我母亲每日茶会戏社忙得很，你晨昏晚安能见到她就不错了，担心什么呢？那也不行，
你何时变得这么瞻前顾后的？你不是锱铢必较吗？那我骗了你一场，你就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放过我。你想要什么？不管是银钱还是人，只要我有的，我都给你。要银钱，我大可以自己去赚。那就是要人了。崔行舟，你几时变成市井无赖了？今夜我留你在这里养伤，明儿一早你就给我回去。我回哪儿去啊？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该去的地方。这盘棋，竟又让你给盘活了。承让。看来淮阳王平日里是寻不到对手，跑到老糗这儿抖威风来了。我也是想收着点儿，逢迎您老人家，但是我想到了乔家的家训：敬奉强者，那伏低作小，未必能博得您老的欢心啊。逢迎拍马之辈，怎么能配得上咱们的绵堂呢？而且我都想了，将来若是有人要娶我的女儿，我也定让他找一个有本事的。再来。崔行舟，乔家已收我拜帖，今日便登门提亲，黄昏再归，请静候佳音。如果你想娶绵堂，那就每日晨昏定省，与我对弈。嘿嘿，老夫可以考虑。不如我将您一家子迁到真州，再给您置办一个上好的宅院。胡说八道！老朽一生志业全在北地，怎么能轻易跟你去真州？哼！但是晚辈身居淮阳王之位，我也不能。一给你立规矩，你就立刻给我摆起王爷的谱来了。不，我是不敢轻许承诺，这也是绵堂跟我说的。一口一个绵堂丫头，这世间的便宜岂能都让你一个人占尽？他在北州的生意才刚起势，怎么可以轻易随你去真州？若你想娶绵堂，那就舍弃你淮阳王府的一切。你可如何选？这是您老人家的气话，还是绵堂的意思？谁的意思并不重要，王爷你也做不到。舅舅，崔行舟呢？绵堂啊，外祖父方才好像办了件错事。什么？外祖父可能，也许替你拒婚了。
柳娘子是吧？见过管事。赵侯爷与小人打了招呼，柳娘子是淮阳王故人，想来请见。只是淮阳王如今不在府上。那您可知他的去向？昨日就说要回真州，我家王爷备了一车行李送淮阳王出了府。结果今儿晌午他又回来一趟，拿了些纸笔文牍，似是情绪不太好，也不搭理小人，更没交代说要去哪儿，然后便又走了。依小人看，王爷这次该是真的动身回真州了。有劳了。啊。你走了这么多时日，我一直都寝食难安。入梦若是没有你，夙夜无趣；入梦若是有了你，彻夜难眠。你离开的这段日子，我好像想明白了，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喜欢什么，想要什么。我好像都明白了，我在意的是与你棋逢对手的感觉，是你无论身陷何种境遇，都可以破局的志气。在你的面前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，我只是一个想要与你一起牵手，一起共度一生的寻常男子罢了。我只拿爵位跟他开了个玩笑，他总不会当真吧？世上哪有这么实心眼儿的人呢？王爷怎么还不回真州啊？自是要给你一个交代才回去。那你可听好了，其实我外祖父说的那些，你先等等，你先听我说。真州是我父亲一手平乱，耗尽了半生心血才打下来的。真州的黎民百姓也受淮阳王府的庇护已久。我的母亲还有兄嫂，也活在官爵的荫庇之下。为了他们，也为了我父亲的遗志，我不能那么自私，放弃淮阳王之位。这么直白的跟我开场，就不怕我生气吗？怕，但我更怕像过去那样欺骗你。那王爷怎么还如此清闲，还不赶紧800里加急回去守护你的黎民百姓？哦，是因为腿瘸了走不了路，还是说心里越想越生气，想一竿子把我打晕扛回真州啊？那你可听好了，我这几日吃胖了，你那双烂腿撑不住的。我是想让你看一看我们的未来。这上面记录了我1年的日程纲要，你看看。这是你1日里写的？啊，我仔细算过了，夏秋王府事务繁多，若是我集中精力，5个月便可处理妥当。再扣除一些公差的若干时日，1年里面，我至少可以留出4个月的空闲到北州陪你。再算上休沐和年节，日子还能再多一些。我都记在上面了。你不必这么……先不必着急，我还有东西。这个是王府的腰牌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我加盖了官印的亲笔手书。有了它，
就可以随意的往来我所在的各地州郡，也可以自由的出入真州军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走到哪儿，让我跟到哪儿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想着你行镖得空的时候，那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他的州府见上一面。外祖父的担忧我理解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。就虽然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立刻的放弃淮阳王之位，但是万事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对策，对吧？还有，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的话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我想要娶你。我现在不是要强迫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现在还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保证，我不会再去烦你。我不愿意。啊。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不必了。真州六月黄，鲜美无比，远比北州的更好吃。若是一味的留在北州，那岂不是错过了很多人间美味？况且我也不想错过。你说你不想错过什么？你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我只是一介小女子，可不是什么大丈夫。反正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说一不二的陆文啊，他就不会这么扭扭捏捏的。那个淮阳王闻弦歌知雅意，也不会这么刨根问底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我与隋王一党还有刻骨深仇未决，总有一日，我是要了结了这一桩的。巧了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夫人，无礼，婚书都没写，你再这么乱叫，万一被我外祖父听了去。算了，今日也是他欠了你的。欠了我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不是你的意思呀，是外祖父说的。有一个臭棋篓子赢了棋，还要耍淮阳王的威风，我外祖父顺嘴敲打敲打，没想到还真有人当真了。那都是我的真心。罢了，反正我这个人坦坦荡荡，就是不知道我对面的这位，他什么时候能够坦坦荡荡？我一直都很坦荡，只是人啊，还是得深思熟虑，不然岂不是又稀里糊涂的叫人夫君？哎，登徒子，你签了婚书了，那就不是登徒子了吗？那还不赶紧让你的淮阳王府送婚书过来，免得我一会儿变卦。婚书可以让光才兄代签，此刻就可以去。幼稚，书司衙门都关了。你怕了？谁怕啊？那走啊！走就走，你先走。看你追不追得上我。我腿疼，我不敢试。
深夜击鼓定是大案要案，我来北周还没遇到如此紧急的案情，行快些！堂下何人击鼓鸣？怎么是你二人啊？看看我说什么了？光才兄尽职尽责，必会开堂。深夜击鼓，可有何冤情啊？哎呦，冤家，结情，还要烦请李州城为我们作保，开具婚书。昨日又闻江边花落，红透了清波。谁家门前有燕雀相和？岁月无风闹市无声，家中坐一坐，无人似我挚爱的轮廓。若来日有江风照面过，且还我不做那镜中客。梦看破往事一却也无，永相助但莫属红窗深处有尘俗。都仔细着点儿，这可是未来的淮阳王妃，她的东西磕了碰了，仔细把你们通通发卖了都赔不起。这都是外祖父给我的嫁妆，你们放心搬抬。也是，咱们这小门小户的，只怕你是瞧不上呢。绵堂啊，怎么说你也算是乔家人，我这个做舅母的是真心盼你好。可说句不中听的话，一入侯门深似海啊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只怕你日后要遭罪了。可王爷待娘子好着呢，就这聘礼都摆了整条街去了。你个老婆子懂什么？啊，是。绵堂啊，别看王爷线下是把你捧在手心里护着，等你进了门，他厌了倦了，你连个倚仗都没有啊。那我就先将眼前的快活日子过了，大不了今后就再回北周来，重新立回我的女户，也有镖局的营生，怎么着也是有退路的。你就嘴硬吧，这王府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儿，你呀，宫里来人了，是来宣旨的。北周学政柳余年嫡女柳绵堂，愿其书慎性诚，勤勉柔顺。朕深感柳氏旧年扶助之情，特封县主，赐封号怀桑，食邑500户，主者施行。柳绵堂接旨，谢陛下恩典。怀桑县主，快请起，诸位请起。本官还有要务在身，告辞。爹啊，我就说绵堂从龙有功吧。哎，如此一来，绵堂和王爷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啊。这怀桑带着桑，怎么听着那么不吉？这怀桑是何意呀？人常道，故地桑梓。本王是淮阳王，绵堂是我的梓潼。
只是叫怀子，又通怀子，未免太着急了些。怀桑二字，刚刚好。感谢陛下的一番苦心，成人之美。陛下怎么突然给我赐封了？对啊，为什么突然给你赐封了？你好好的解释解释。那我便猜，有人在北周立了军功，向陛下讨赏了。我一小弟藩王，何能讨要来献主之位？金上气量就这么大点儿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求个玉，哎，他就着急了。那这么说来，请赏、断腿、签婚书、赐封，都在你的算计之中了。我觉得夫人之前心思铁，我岂能算到今日这一步？哎，非要说算计嘛，冥冥之中，天作之合。绵堂这孩子呀，他脾气随了我，倔得很。承蒙王爷不嫌弃，看上他，还请王爷日后啊多多海涵。如果他真顽劣不受教，你尽管把他送回乔家，我会替王爷好好管教。他在真州可以肆意顽劣，您大可放心。行囊可都打理妥当了，给你准备的那些用度都收好了吗？外祖父，什么？忘了？那就多住一夜，再好好的检查检查。别，我都让人查了3遍了，都准备好了。真的不带我的那根镇夫鞭吗？我可编了好几日呢，抽起来可疼了。他若真的欺负我，您到时候亲自拿鞭子去真州抽他也不迟。绵堂拜别外祖父，唯愿外祖父身子康健，岁如松柏，乔氏一族平安顺遂。舅舅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外祖父，若有什么困难，及时跟我说。放心吧，绵堂，你以后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得顺遂。